我知道了，寿廷兄，你一定在责怪我今天对待请愿代表的态度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在洛源公馆，我是谁？作为机关长，面对你们这种突如其来的方式，我非常被动。这也是我的无奈之举啊。机关长，你倒是相当坦诚啊。那当然，咱们是那么多年的老朋友了。而且面对目前这样的状况，我也的确应该亲自前来和你开诚布公的、推心置腹的好好聊一聊。好啊，只要机关长不见怪，那我也可以把心里话全部都给你。那我也该谢谢你的坦诚啊。你看看，我们这样多好，我觉得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。机关长。今天夏美少佐为什么没有跟你一块儿来啊？我想单独跟你聊，不想让他来，这个理由够坦诚吗？看来机关长还有不想让夏美少佐知道的秘密啊。秘密嘛，每一个人都会有的，不是吗？这次请愿，难道不是寿廷兄秘密发起组织的吗？机关长，你的这个说法不准确，应该说是正大光明的召集。济南商界对于皇军的管辖政策及方式有很多不敢苟同的地方，我们这也是通过正常的渠道和合理的方式来同你们皇军进行沟通。但皇军反馈给我们的态度，说实话，显得有点儿，我实话实说啊，有点蛮横无理。对于赵家兄弟的处置，我认为也缺乏公平和公正。公平、公正。寿廷兄，如果要说到公平公正的话，那我们首先要确立一个标准，什么才是被认可的公平和公正？报告，进来。自文海到。让他进来吧。是。夏美少佐，自老先生，快请坐。谢谢。看您神采奕奕的，最近大河的情况不错吧？哎呀，有您和机关长的大力支持，再不好那就不正常了，是不是？夏美少佐，您叫我来，有事吗？当然，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事。香烟、八子肉、大米饭。香烟洋花，八子肉，大米饭。香烟洋花，八子肉，大米饭。洋花香烟，八子肉，大米饭。干什么？兄弟，干啥呢？没干啥呀。皇军的机关长都在陈掌柜家聊天，你盯谁呢？啊，累不累？我没盯谁，我干嘛盯谁？滚！我没盯谁。王八蛋！皇军进驻济南，面对战后混乱的社会状况，我们是有所准备的。进德会被烧，红聚和三原的大火，以及宝城、玉鲁、小纬2路那些店铺被抢事件，我想你们都应该清楚吧。所以军管接收正是在这样一种特殊时期，皇军为了维护济南的社会稳定，建立新的经济秩序，保护商家而采取的一种强制措施，目的还是为了发展经济，而这也就是我们的标准。任何违背这种标准的行为，都将受到严厉的制裁。所以嘛，你说的很对，是强制措施。这个标准也是由你们来制定的，我们只能被迫的接受。那还有什么道理可讲呢？
道理嘛，还是可以讲的，但一定要有前提。赵家两兄弟这次的行为，是公然挑衅皇军制定的军管接收政策，在济南商界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。季馆长，前有因后有果，我觉得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。您想啊，一个人从祖辈上就开始创业，辛辛苦苦几十年积攒下来这么一个产业，靠他挣钱养家糊口，本来一切都挺好的，可忽然间你们来了，连打带骂，二话没说就给军管接收了，连个理由都不给呀！胆小的心里不满也不敢吭声，因为你们手里有枪有炮，不听嚷嚷的你们就可以杀可以宰，胆儿大的脾气不好的忍不住要讨个说法，逼急了兴许还会骂个娘，甚至还会动手。可结果呢？季馆长您都知道了。所以嘛，这一切都是有前提的，而这个前提就是不管在任何时候、任何情况下，皇军的权威是绝对不允许被挑战的。而且关于这一点，济南司令部也是明确表了态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。季馆长，那您的意思是，只允许皇军蛮横不讲理，不允许别人冲动失手，是不是？绝对不允许。如果什么事儿都到了绝对这种地步，那这谈话就谈不下去了，我也就无话可说了。我们认为你是济南同业工会会长最合适的人选。夏梅少佐，这个你再让我想想。子老先生，你对这个职务是为难呢，还是不愿意接受啊？不，我非常感谢您的一番好意，可是我担心，我不配。哎，你听我说，我个人觉得呢，这个同业工会会长，那必须要一个德高望重的人来担任。尽管我自己觉得我是冤枉的，可是我毕竟坐过牢，这个怎么说也算是个污点吧。我跟陈六子以前在买卖上的冲突纠纷，哎呀，错综复杂，这一两句话还真说不清楚。可是外面那些不了解真相的人，对我就有一些非议，风言风语的。我是怕我将来我的这个名声，对。我想得到你明确的答复，子老先生。我个人倒是觉得，论资历、论能力，还有威望，陈寿亭倒是最合适的人选。其他的人嘛，都差那么一点儿。这个回答我很惊讶，你竟然推荐他？哦，我这也算不上什么推荐，我只是跟你说那么一个事实。寿亭兄啊，没想到你也会钻牛角尖。这说明，任何一个人的聪明都是有局限性的。你忘了一点，任何绝对，那都是相对而言的。咱们抛开军管接收这件事情的对错先不谈，在赵东俊、赵东初兄弟两人这件事情上面，我曾经试图用其他的方式进行沟通，给他们一条生路。可遗憾的是，对于我的善意，他们拒绝了。我想知道季馆长所说的善意是指什么？登报悔过，争取济南司令部的谅解。真是奇妙的想法，季馆长，让两个毫无过错的人登报声明悔过，这不是让他们自取其辱吗？亏你们想得出来啊！皇军的威严你们要维护，那别人的脸面呢？尊严还要不要维护？皇军是人，那他们是不是人？换作是您，您会接受这样的条件吗？啊？对不起，他们撞到枪口上了，所以皇军只能替他们做规矩。怎么？
你们想杀一儆百？寿亭兄，你呢，也没必要紧张。这柳暗花明的机会还是有的，而且就在你身上。在我身上？资老先生，我明白你的用意了。你似乎对皇军占领中国缺乏足够的信心吗？啊，没有，你听我说，这不要打断我的话，资老先生。我很尊重你的人生经验，但有些话我必须事先说清楚，避免给我们以后的合作带来不悦。我承认，明哲保身在乱世中是个明智的选择，但当你面对各种敌对势力时，你想八面玲珑，谁都不得罪，最终结果反倒让大家都不信任你。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，叫聪明反被聪明误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您的意思我明白了，不过你听我解释一下。不用解释了，听明白就好。资老先生，我这边没什么事了。哦，那我就告辞了。慢走。哎。让我来当这个济南同业工会的会长。季馆长，我是一个家里连染缸都没有的人呐，我要真当了这个会长，还不让买卖行的人笑话吗？啊，我再糊涂也不至于这么不知趣、不要脸吧？啊，您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是我实在是丢不起这个人。你错了，寿亭兄。正是因为你现在得闲，所以更加适合担任这个职务。至于你刚才说的那些，我完全不在乎，因为这次你发动济南商界向皇军请愿，让我看到了你在同道中巨大的号召力和威望，而我看中的恰恰是这一点。你倒是挺会给我找理由啊，季馆长。没关系，寿亭兄啊，你可以慢慢的做决定。做事优柔寡断固然不好，但是如果做决定的时候草率与鲁莽的话，那就更加不好了。其实我需要的是你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。行了，不要再试图说服我了，季馆长。就算是您有1000个理由，那我也有我的规矩。这件事儿，看来是只能让您失望了。寿亭兄啊，可能这次失望的不是我，而是赵家两兄弟。我不懂您的意思。这样吧，咱们两个做个交易，这也是我此次登门拜访的根本原因。说实话，原来红炬大火之后，我已经把你从我的合作名单上划掉了。但这次请愿活动，你又让我看到了你另一种潜在的合作价值，所以我动心了。你只要担任这个会长，你不需要有任何的经济实体，而你得到的回馈，当远远大于你当初开染厂时所挣到的。而释放赵东俊和赵东初，也将作为我给你的第一份礼物。这有助于提高你在济南的威望。懂了，原来您把释放赵东俊、赵东初作为我来当这个会长的筹码，你这是要挟啊，季馆长。好吧，随便你怎么想吧。你觉得是好也罢，坏也罢，荒唐也罢，但有一点，我请你记住，皇军进驻济南后的威严是绝对不允许被挑战的。如果你执意不肯接受，那3天之后我们将通告全城，公开枪毙赵东俊、赵东初，以儆效尤。告辞。
看看海棠。怎么样？哎呀，他这房太好了，以后归你管了。啊，真的？太好了！不是真的叫你来干什么啊？这块儿吃饭的地方啊。少爷，那边。少爷，少爷，楼下有人找您。啊，你自己转转啊。哎，好好好，走。可以，可以。哎，妹妹，你怎么了？哎，那是个人吗？起来呀！刚刚是不是你欺负人家来着？再给我叫来一个。好吃好喝的，你叫什么叫？你是谁？我是谁？嘿，从今天开始，这块归我管。归你管？你管？你有这个吗？哎呀！季馆长，是你让陈寿廷来当济南同业工会会长的。是啊，以他在济南商界的人脉和影响力，我认为很多事情可以事半功倍。可是他太难控制了。因为有本事，所以才会桀骜不驯。猪和羊最听话，可最终被人吃。难道你不喜欢猪羊吗？我当然希望所有中国人都变成猪和羊，而我大和民族的人，都能够成为这世界上的放牧者。但猪羊也需要个头领，没有头领的猪羊，同样很难控制。可是我本来考虑过资文海。这并不矛盾，嗯？香烟、八子肉、大米饭，香烟、洋花，八子肉、大米饭，香烟、洋花，八子肉、大米饭。嫂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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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干什么呢？快下来，下来啊！嫂子，你快下来，来，嫂子，你说你怎么这么傻呀？这要不是秦老师正好撞见，那后果都没法想啊！我要回家，回家，回家干嘛呀？回家也是一个人，我们家的西厢房也没人住，你就踏踏实实的在这儿住着啊。刘嫂，反正东进东出都没有指望。谁说他们没指望了啊？只要他们哥俩人还在，只要还活着，我就会想方设法的去救他们。
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？六哥，我又不是没有听见武田的话。他的话怎么了？啊？他说那话无非是给我施加压力，让我当这个会长。六哥，武田说他3天之后就要枪毙东俊和东初，我不知道怎么办，我一点办法都没有，我也不想给您施加压力。你不想给我施加压力，那你还给我添这么大乱子啊？你下午在你们家搞那出干什么？你现在做的事儿比武田给我的压力还大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对不起，六哥，我再也不这样了。我们现在需要的是齐心协力，不能再扯后腿分心了。3天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。武田既然把东俊和东初的命跟我当不当这个会长扯到一块儿，你们瞧不出来吗？啊，这明显的是来逼我、胁迫我。行了，莫寒，你也不用回去了，就在我们家住，让彩琴好好陪陪你，省得你一个人在家整天在那胡思乱想。你怎么还哭呢？啊！你再哭，这事我真的不管了啊！六哥，我不哭了。这个彩琴呢，她是不是还没吃饭呢？你赶紧给她弄点吃的去。哦，我去做饭。怎么了，海棠？有点提不起精神来呢。自少爷，我不想干。我是在农村帮人管过饭馆，可你这是窑子啊，传出去多难听啊！海棠，好听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多少钱一斤啊？可人多多少少得要点名声吧。哎，海棠，你男人没了，你闺女儿子需要你拉扯不？你公婆、你爹妈需要你养活不？我能喊你来，是冲着咱们沾亲带故。你以为俱乐部找不到人呐？啊？我和我们家老爷子不会亏待你的，啊？在这儿一天到晚吃香的喝辣的先不说，光1年的薪水就够你在老家忙活5、6年呐。好了，我们还可以奖励你，跟你分成。真的？我骗你干什么呀？你要是觉得上当了，拔腿就溜，我拦得住吗？行，干就干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觉得这比饭馆好管多了，不就靠你人卖笑耍浪挣钱吗？没那么简单，济南好几家俱乐部呢，你得给我管出个水平来，要新鲜，又能吸引住日本人，让他们来了还想来，来了再不想到别的地方去。你放心吧，包在我身上了，我一定给你管出点花来。拿去吧。哎呀，思雅，你想想，慈文海对会长职务的推辞，表面上看是显示了他的公正和大度，但实际上呢，他还是在耍滑头，他没有真正的想跟皇军站在一起。他的这点鬼算盘瞒不了我，我也狠狠地敲打了他一下，他也明白。只是我搞不懂的是陈寿亭，我以为他会为了赵东俊、赵东初的原因，痛快地接受这个任务。这一点也出乎我的意料。吴田君，如果陈寿亭3天之内不接受同业工会会长的职务，你真的会杀了赵东俊、赵东初吗？思雅，刀举起来了，如果对方还是不买账，你说是砍还是不砍？可是这个理由太勉强了，很难让人心服。
心不服，这只能说明他们在惧怕，迫使他们服从。你要知道，人服从久了就会养成习惯的。皇军进入中国之后，首先面临的就是中国人本能的排斥和抗拒，所以我们必须折服他们，让他们成为顺民。您很信服您手中的武士刀啊？哼，武士刀和樱花的作用是一样的。顺民是统治者播种的沃土，日中亲善模范城市的建设，我希望能从军管接收和处置3员赵家兄弟这个节点开始。他们对于皇军来说只是一个工具而已，是杀还是放，完全取决于我们的需要。可是陈寿廷会罢休吗？这个人太让人头疼了。陈寿廷不罢休，才是我希望要的。3号同志，我军正配合国军阻击北上日军，望全力联合济南商界人士，为我军下一步布防台儿庄做好后援准备。骡子，骡子，我说你跟来干什么啊？有老吴跟着我就行了。你说你来干嘛？不行啊，六哥，这事儿我得听六嫂的，六嫂不放心。再说人场那边也没什么事儿。看你年纪轻轻，你怎么不开窍呢？邓小姐，你知道大观园这一带是谁罩着吗？陈爷，济南这段时间的社会秩序实在是太乱了。你说那些人哪还有时间喝茶听戏呀？我这清音阁关了门反倒好了，这开着门每天都是赔钱的事儿。不瞒你们说，这租赁费眼看就快要到期了，我到现在都还没凑齐呢。邓小姐，咱别哭穷行不行？我们哥俩只是给白爷出份子钱，只要清音阁1天不关门，这血你就还得出。你还真别说，之前我们乔掌柜就跟我提过关门这个事儿，要不你等乔掌柜从天津回来了再跟他说好吗？我只不过就是……邓小姐，就别扯这些片儿汤了，给个痛快话，这份子钱到底是交还是不交啊？月秋啊，六哥，哟，这不是六爷吗？二位是安庆道义会的兄弟吧？啊，是的。你们白爷现在是特务队的副队长了，还用得着到各行各业收份子钱吗？啊，不知道现在各家的买卖都不好做吗？六爷，安庆道义会的弟兄们不可能个个都进特务队，太多的人需要这份子钱养家糊口。再说，这都是之前定好的规矩。鸟有鸟食，驴要草料啊。这如果鸟食和草料都没了的话，那……哎，六爷，我们哥俩也只是奉命行事。这位兄弟，给我点面子好不好？等我把话说完了。
我看你们俩是不是欠揍啊？你这，哟，三儿，哼，这位兄弟，请问尊姓大名？江骡子，红剧的伙计。哦，顺便告诉二位，我在红剧后院住，如果有兴趣，可以随时来。行，那是一定了。六爷，我们哥俩就先撤了。走了。嗯。哼。哎，把家伙事给忘了。谢我了，六爷。骡子，你算是惹上大麻烦了。没事，六哥，我这人不惹事儿，可我也不怕事儿。江大哥，刚才真是谢谢你了。邓小姐，别客气，别客气。白志胜这个家伙，现在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。那可不是吗？他现在是特务队的副队长，那仗着日本人，简直就是黑白通吃。六哥，人已经来了，要不你先跟我上去吧。嗯，好。走，过来，进去，过来，快点，过来吧你，老实点，听见没？老实点。秦老师在里面等着呢。啊。哟，六哥，秦老师，邓小姐，啊，六哥，秦老师，你们先聊一会儿，我去找人泡杯茶，你们先坐着。秦老师，请坐。六哥，我先跟您说个好消息吧。现在这世道还能听到什么好消息啊？六哥，你也太悲观了。我跟您讲，现在的新四军正在配合国军对日本人进行游击战，正在台儿庄、滕州一带布防，以阻止日军南下。秦老师，你是说台儿庄可能会有一场大战？那肯定是了。这倒是好事啊！难怪武田和吉村夏美对大和的军需部印染盯得这么紧呢。看起来是为了日军南下的日本部队做准备的。现在看来，济南经济会控制得更严了，东进东出的事儿反而会松动松动。这也是我要跟您说这件事情的原因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秦老师，昨天我们到洛阳公馆请愿时，武田的口气很硬，可我刚回家不一会儿，他紧接着就登门拜访，竟然提出要让我当什么印染业商业工会的会长。当时事情很突然，我弄不清他肚子里到底打的是什么鬼算盘。我现在是明白了，这王八蛋压力也很大，想让我尽快稳定济南商界的局势。打仗需要钱呢。六哥的判断力实在没得说。六哥，其实同业工会会长的事儿，您可以妥协一下的，只要您本着自己的良心做事情，就坚决不干。你说这人一旦跳进粪坑里，身上还干净得了吗？啊，天下就没有这种事儿。我这脚一旦迈进去，再想跳出来，那是不可能的，除非活上我不要命。可是就算是我不要命，那也得让自己身上干干净净的。我干嘛非得把自己弄得脏了吧唧的再去死？太不划算了，买卖没有这种做法的。六哥这么说，确实有道理。还有，想让我当会长，你就跟我说当会长的事就是了，干嘛非要把东进东出的事绑到一起呢？啊，
这分明是威胁我、强迫我嘛！有这么办事的吗？我要真让他们给吓住了，一旦开了这个口子，他们就会步步紧逼，非把我逼上他们那条船上不可。秦老师啊，这我得守住了，这一步什么时候我都不会让，死我都不会让。武田了解您，六哥，所以才要用这样的方式，让您屈服，让您顺从，逼着您，让您不要自己的尊严和人格。其实他们也明白，侵略中国，占中国人的地盘，还要统治管理中国人，那中国人肯定不服，所以他们就想用强力来压迫，让中国人在重压之下，试着学会顺从。而您，又是济南商界的一个象征，如果您倒下了，那可就是一大片呢。不管怎么样，这个坑我是坚决不会跳的。可是想想东俊、东初他们哥俩，该怎么办呢？武田这王八蛋只给了我3天时间呢，我不能瞪着眼睛看着东俊和东初因为我而死啊！六哥，天无绝人之路，对不对？秦老师，你有什么好的具体想法吗？六哥，您说武田让您做这个会长，难道仅仅就是想利用您吗？不是这个原因，那还有什么呢？您可以这样想，虽然武田用强硬的态度回绝了您的请愿，但是他也同时感受到了您和济南商界给日本人的巨大压力。站这里！说是不说？如果你执意不肯接受，那3天之后，我们将通告全城，公开枪毙赵东俊、赵东初，以儆效尤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，寿婷啊？你是不是做噩梦了？他奶奶的，做的什么梦这是？梦见什么了？梦见什么不好啊？梦见这么些玩意儿，杀人、放火、要挟、军管。你这肯定是白天太累了。没事了吧？睡吧。睡吧。被军管的济南商界现在一片混乱，日军要在济南设立印染业同业工会，陈寿亭等商界人士正被日军要挟。我会尽全力解决我军后援问题。子老先生啊，军需部生产虽然是皇军战时需要，其供应量必须要有所保证，但是这绝不是大和印染的利润支撑。所以等这批军需部任务完成之后，你应该把印染的重点放到民用部上去。因为它的市场好坏，才是未来大和印染厂的利润所在。民用部的市场销售这一块，现在是比较平稳的。济南就不用说了，龙翔做得很不错。以往山东印染业在华北、华东地区叫得最响的是陈寿亭的飞虎牌，可是现在，他给我们腾出了很大的市场空间呢。子老先生，你的这个想法是有问题的。
你不能靠这种暂时的侥幸来经营市场。没了陈寿亭，那还有张寿亭、王寿亭、李寿亭呢？我明白您的意思，关键是要自己过得硬，要打开，占领市场。王八蛋！我今天向二位托妻，如果你六哥有什么不测的话，彩晴和福庆就拜托你们二位了。我要陪着你家掌柜的，一起去洛源公馆，来一出卧龙吊孝。好，既然陈掌柜这么着急，我就满足你。爸，陈六子死定了，他死定了！别说话。为儿为女，我刀尖上走，还有口气就不罢手。爹娘的泪比得上老酒，撑起了脊梁硬骨头。我笑到最后，我喊破了歌喉。我笑到最后，我染透那春秋，我染透那春秋。为国为家，我火堆里走，刀架上脖子不罢休。学娘的心从来没生锈，不稀罕金银重恩仇。我笑到最后，我喊破了歌喉。我笑到最后，我染透那春秋，我染透那。